全国有好几个省都遍植罂粟花，但是产量最丰裕的却在热河省，名为热河土，俗名叫北口土。抗战一起，各省交通断绝，川土不能由长江运到上海，云土更是无法运销江南各地，唯有热河是日本人首先占领的地区，所以热河土是日本占领区的一大资源，不但可以供给华北各省，连华中各地都可以得到源源不绝的供应。我们在上海，当时买米要排队轮购，或是要长途跋涉到周家桥去购买，可是要买鸦片就比买米方便得多，因为暗地里有一个大市场。不过要想吃所谓上品的云土，就吃不到了。名为善堂实害人民，大家在潮州菜馆中谈得很高兴，而且对方几个人都很爽直，讲出来的话头头是道，什么都不隐瞒。因此我就问他们，弘济善堂到底是怎样的组织？他们一个个侃侃而谈，说弘济善堂只是对外的一个名目，并不挂招牌，各地办公处也没有招牌。华北分12个单位，华中分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上海等5区，他们的工作是把热河烟土运销到各地，每一个装烟土的箱子上交叉贴上2张封条，封条是由日本印就运来，用特制的美浓纸印成的，上面写着弘济善堂封。这种烟土箱子运来运去，不但由各地军警保护，而且连日本军队也诚惶诚恐地看守着。满洲国的行政费用大部分来自弘济善堂，华北临时政府的收入来源也以此为大宗。从前维新政府一切经费也是由弘济善堂拨付的。汪政府对盛老板极不原谅，盛老板也小心得很，所以他到上海只是住在虹口，要请客也只是在虹口范围内的63花园。周佛海、丁默村等常是他的座上客，但是他从不到愚园路赴宴，也不到南京去拜访汪精卫，所以屡次有谣言说76号要想办法对付他。但是盛老板有日本军人撑腰，只要日本人开一声口，李士群动也不敢动。盛文仪除了津贴军政警3方面经费之外，个人拿到他的钱最多的是陈宾和，许多事都由陈宾和去干。后来陈宾和仗着日本海军部的势力接收了《申报》，声势更大，但在《申报》拿到的钱并不多，一切应酬开支都是盛文仪接济的。接着我又问，上海方面推销烟土的情形如何？他们说，沪西方面由3个人负责，一个是潘达，还有2个人都是直接向盛老板取货的。南市方面由一个潮州人负责，闸北方面向来由常玉清的徒弟负责，但是现在常玉清已经失势了，所以他要换一个人，目的就想挑挑你。你不要以为闸北是一片瓦砾，其实还有一个远大的计划，要你去周旋一下。我听了就哈哈大笑，说我是一个书生，有什么力量去做这种事？他们说，上海方面唯有公共租界当局不接受盛老板的指挥，因为租界上吸烟的人吸的都是好土，只有比较穷苦的烟民才肯吃北口货。此刻的租界上还剩有各种上好烟土，大约吃3年都吃不完。盛老板向来知道你和某先生交好，现在此公虽然远走香港，但是他有一个重要的人员还留在上海，你是有资格和他说话的，所以盛老板希望你出来做这件事。谈话至此，我才明白他们请我吃饭是阿武等想拉我入局，我决意不上他们的当。
于是我就随便和他们东拉西扯，嘻嘻哈哈地饮醉了酒而散。临走时，一个姓翁的潮州人说了几句很公道的话。他说，做过这一行的人，即使坐过牢，出来还是做这行；没有做过这行的人，即使给他发财，也不会沾手的。我点头称是。接着他又说，我家太太常年多病，以后会常来麻烦你。我说，应当效劳，这是我的本分。毒雾弥漫，鬼哭神号。我现在再来讲讲一般烟民的情况。本来在民国15年1926年之前，一般殷实的富商或是文人雅士以及家中富有的二世祖都有这个癖好。有钱的人吃上好的烟土，称作福寿膏，意思是只要吃好土，既享福而又长寿。文人雅士吸鸦片，认为可以助长文思；至于二世祖吸鸦片，可以免得出外寻花问柳、狂嫖滥赌，吃烟花费不多，而可以保守家产。况且民国15年前的法律是不禁止的，许多出售鸦片的店铺是堂而皇之挂了招牌营业的。到了民国15年，禁烟的声浪渐渐兴起，新派的学生们都不喜欢家中有吸鸦片的人，常常劝父母叔伯快快把它戒掉。民国17年1928年，禁烟的法令开始执行。租界上虽然鞭长莫及，但是国际间已经有各种禁烟的组织，指责公共租界当局毒害人民。记得国际联盟会来过一个调查团，于是租界表面上也下了一个禁烟令，捉到烟民就要判罪的。有一个宗教团体叫剧毒会，专门搜集贩毒资料，宣布于世，而且将这些资料供给警局。租界当局碍于面子，1个月之间总有几次案件发表。实际上富商巨深，还是有私人烟室，一般人也仍然偷偷的吸。这时候吸烟的人才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，对外都不肯承认自己是瘾君子了。813之战起，跟着洪基善堂就有大量烟土运到一条愚园路，除了好莱坞、秋园等几家大赌场之外，3步1楼，5步1格，几乎全是鸦片烟馆。门口虽然不挂招牌，但是瘾君子自然会按图索骥，联袂而至。至于南市，虽然经过一场大火，但是沿民国路的房屋都没有烧掉。后面有一条马路叫做老天主堂街，房屋鳞次栉比，都是从前古老的宅子，由9亩地起，一直到荷花池为止。里面开设的烟窟总有数百家之多，家家都有红绿灯挂出，名称都很好听，如一线天、雾中区、神仙宫、快乐园，以及许许多多很有趣的名目。这些烟窟走进去一看，都是3开间或5开间的2、3进大宅，里面不知从哪里搜集到的红木大炕床，一个宅子起码有10几只烟榻，后来连大天井内都搭棚设炕，还有下等的只有1张席，就有人席地而吸了。有一类烟窟是商店改建的，店面全部拆光，一进门就是烟榻，吸烟的人比吉米还要厉害，榻位是要守候着司机抢的。这条大街我曾经去观光过一次，我心想，不要说别的地方，只是这一条街从午到晚出出入入已经有几10万人，足见当时上海毒雾弥漫，已到了鬼哭神号的地步。